我对文革失败感到遗憾。毛泽东不世出的天才，打天下到建国非常厉害，可是对付党内总发动，文革终究还是失败，所以今天落得这样的处境。那台湾劳工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民进党的附随组织，那另外一支劳动党面临中国大陆的总是让他们很难有说服力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台湾真正的劳工意识不太容易。台湾是国家资本主义，前面就是闷声发大财。两蒋当年一来三民主义就有左翼的传统，二来国共斗争的历史经验不能忽略，但台湾有一些特殊性，国共斗争左翼的东西是被清得干干净净，再加上冷战的结构，台湾或者亚洲四小龙，所以我们贫富差距并没有那么糟糕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些想要分一杯羹、铁板和学运出来，贾左、郑文灿、蔡其昌已经叛逃，而他们做民进党的打手，坏到极点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所谓的反美其实也是为了台湾的尊严为主。毕竟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剥削非常严重，然后它对于民族的剥削会造成这个国家的阶级矛盾会加深。台湾的左派基本上很难在政坛上站上角度的原因，因为你们看民众党会支持民进党，可是民进党支持劳动阶级，那都只是表面东西。因为真正劳动阶级来讲，首先第一个选举是很花钱的。然后有时候大家选举为了要去筹募选举资金的时候，财团是最有钱，他怎么可能去选一个将来可能会支持劳工运动来反自己的政治力量？那一般劳工其实本来就没什么钱，那你怎么可能会选举选得赢？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台湾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东西，我后来就发现到说，为什么有些年轻人或是有一些早期的长辈会支持民进党，甚至支持美国的关系，是因为台湾至少在市场经济来自于中小企业的蓬勃。那以前共产主义就是说，好像他要消灭资本家，说，那我老板是不是也资本家什么？就这样被污名化，所谓的左派运动或者是社会主义思想就对了，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去支持左就对。再加上说，有些中小企业它背后面还有所谓的大盘跟国际的部分存在的话，他们其实受制于它。你如果说有一些左的思想跟什么东西出来的话，那你可能后面就会被修理就对了。我后来就觉得无奈的一点，在台湾这么多劳动人口的一个社会结构里面，左的力量你没选举选上，甚至是在国会也要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力量，才有可能把左的声音发出来。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是想先问一下郑老师，就是你认为台湾所谓的劳动阶级，他除非是走大陆社会主义为主的体制，我看很难会有劳动者、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会出现。我先讲第一个，台湾的本质其实有点是国家资本主义，所以我们的贫富差距严格讲跟其他的国家比并没有那么尖锐。那这个是两蒋当年他们一来三民主义原来有这些左翼的传统，二来国共斗争的历史经验让他们知道不能够忽略这一块，尤其是后面小蒋包括李登辉也是有一点左翼的思想，他们对这一部分实际上是比较共鸣感的。对台湾的财阀财团说真的一定程度他们是控制，不会让他像印度或者像美国，台湾的钱也非常有钱，但都是闷声发大财，不敢过度嚣张，但相对波头论呢不见得没有搞的空间。但台湾有一些特殊性，其实我们那个运动到国共斗争的时候，台湾真的是瓮中捉鳖，左翼的东西是被清得干干净净，这个在全世界就少有了。再加上冷战的结构，台湾被迫的亚洲四小龙，所以我们并没有那么糟糕。再加上总体在国际分工里面我们占到一些优势的位置，所以人家吃肉我们喝汤嘛，那内部在这个汤的分配的时候又没有让这个矛盾那么尖锐。你看我们劳工的诉求在讲生不起养不起都是事实，可是以他们统治阶级来讲，某种程度是高明的。比如说在台湾的劳基法就是一定程度整体的劳动条件的提升，另外就是我们台湾因为相对机会多，所以人人都觉得有机会当老板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真正的劳工意识不太容易的。可是因为整个苏东坡就先垮了，所以接的是中国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从邓小平开始就改革开放，那这个改革开放对台湾至少带来两个很大的难题。第一个，全世界一下子释放这么多廉价劳动力，那是历史上所没有的，包括苏东坡几乎全垮。那跟台湾比，我们那时候拼命抗争，把工资提高，工人争取各种各样的劳工福利。那对资本家来讲，如果还在解严状态，他跑不动，那也就算了。刚好又开始所谓的自由化、全球化，那整个台湾也被迫资本解除管制，他就跑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一看证据特区，知道我们包死，那简直是资本的天堂，便宜的劳动力源源供应不绝，然后土地国有化，山头都可以铲平，然后两边语言文化又相通，台湾的资本跟管理干部到那边简直是如鱼得水。所以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就知道一时之间弄不起来。但是本来左派阶级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有时候我在思考，苏联曾经那么厉害，像列宁、毛泽东
中都是不世出的天才，他们能够在那种情况之下能够搞出社会主义国家。毛泽东因为我们常年对中国大陆是丑化，你真正了解他从打天下到建国的历程，实际上是非常厉害的。可是你看他为了对付党内走发动文革，终究还是没有过关。我对文革失败感到遗憾，邓小平这些党内的走资派终究还是反扑成功，所以今天落得这样的处境。那台湾在这个历史的格局、国际的格局里面、分工的格局里面、两岸的历史变化的格局里面，我们今天做一个左派，就是得面对现实，这就是我们的处境。因为台湾的劳工运动里面，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民进党的附随组织，那另外一支力量就是比较统派的劳动党的，那他们会面临过一个难题，就是中国大陆的走资这个东西，让他们就很难有说服力。所以我为什么非常关心全世界的左翼，那尤其是两岸，因为他的经验跟我们的左派里面有很多人已经叛逃，那这些人叛逃更可怕，因为他是从里面背不出去的。就像我刚才讲，民进党早年穿草鞋出身的，当他今天穿皮鞋的时候，他草鞋布鞋可以换来换去，欺骗性很强。可是人是很现实，人有时候就算你理念对的，现实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要理念对，实力又要够，他才会比较跟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些当时不管是时髦也好，或者自以为当时左派有进步，冲进来想要分一杯羹的，后来发现说，哎呦，日益萎缩，然后再看到民进党日益壮大，短期间不可能。所以当时野百合学运出来的时候，郑文灿、蔡其昌等等这一批，你看当时多进步的学生力量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他们一定是给台湾带来光明的前途。从我的角度，我很觉悟，去推的去，那透过学运，资产阶级的最好的接班人，事实上就是这样。那当年比较外围跟着我们这些左翼的、有理想的，一开始还稍微有点坚持，可是看看同辈之间个个吃香喝辣，每个辉煌腾达，我还在这边街头，个个就闪着闪，躲着躲。那我的想法说，要么你就去吃香喝辣也就算了，可他们为了证明他们叛离我们是正确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要回头猜我们说，我们果然就是妖魔鬼怪哦，我们就是什么黑帮邪教一样。然后他又是从里面出来，他现身说法，我的讲话最有公信力。那事实上他就是人生苦短，吃香喝辣，我至少要分一杯羹嘛。所以这个才是最真实的。所以这一批假左混在左翼阵营里面最可怕，而他们现在如果动起手来做民进党的打手的话，坏到极点了。包括刚才前面像倡导妇女运动啦，各种各样的进步运动都是这一类的。我是觉得台湾未来出路有两个，要么有点类似部那样，他一党独大，可是他有抓到两个原则，把生产资料公有化，还有他一定会把劳动剩余价值合理分配，所以他不怕很多人去填美，也就是只要像马云这种要去践踏到基本原则的话，那马上就被打压下去。不然的话，其实社会主义并没有要消灭资本主义，只是要去限制这些资产阶级做大掌握国家。不然政治是要讲实力的，你要么就是你的左派力量在整个政府单位必须要有一定的份额。说真的，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方法。我们推动秋斗啊，参加五一劳动游行，帮劳工发声。可是问题是，法案毕竟是要有我们的人在里面，甚至要有一定的力量去推动，不然的话是真的没办法。